现在我把这个连接线连接在这一个中低音单元上面，我们直接来听它的声音。我现在又把线连接在这个中高音喇叭上面，直接播放音乐。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 HiFi 耳机的试听和拆解，就是我手上这一个 IKF Mars 旗舰头戴式降噪蓝牙耳机。IKF 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都是有所耳闻吧？它在这个市场中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档次。这个品牌主打的是无线音频产品，包括头戴式耳机、真无线耳机、挂脖式耳机等多种类型。其卓越的性能和亲民价格的定位，迅速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喜爱。喜欢我视频的老铁们，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咱们专注各种数码产品类的测试和拆解，为大家在购买这些产品的时候少走一些弯路。我们话不多说，先开箱这个 IKF 旗舰头戴式蓝牙降噪耳机。第一眼看上去就是档次很高的那种感觉啊，盒子非常亲肤的手感，正面这里是耳机实拍的图片，确实是很大气。右上角有线和无线的双金标认证的 logo， 支持 LDAC 高解析度音频无线传输，这个的话安卓用户有福了啊！支持蓝牙 5.4 超低延迟的连接，这个则是游戏党的最爱。盒子背面就是这款耳机的特点介绍。我们打开耳机的包装盒，这上面写的是这个耳机的使用的注意事项，大家使用前还是需要看一下。这里还有一张卡片，这上面则是写着耳机的各种功能和这个使用小技巧。这个是耳机本体，我们先放一边。耳机放置在这一个环保的塑料卡座里面。这一本是多国语言使用说明书、合格证和提示卡片1张。这个是随着耳机附赠的2根线缆。一根 A 转 C 的线，这个是充电线的同时也是数据线。这一根是 3.5 毫米的 AUX 对路线。官方宣传的这个线材内部的线芯，它是镀银线。耳机连包装连线材一起的重量是872克，耳机的净重是299克，300克重量。我手上这副耳机是金色的旗舰版，手感的话非常的不错。耳机的耳罩外壳椭圆磨砂的质感，摸上去有那种铝合金材质的感觉。耳罩内部2个大大的左右耳朵的标识印在上面。耳罩和头梁面都是采用的进口的高品质的网布，质感细腻，手感非常的柔软。头梁底部采用的是亲肤蛋白皮的材料，头梁伸缩套杆结构采用的是金属套杆，伸缩的阻尼感非常不错。头梁的头弓上面非常醒目的 IKF 品牌 logo， 戴在耳朵上的话，品牌的辨识度一看就知道了。这一边也有。左耳罩底部 Type-C 的充电和数据口，右耳这一边则是 3.5 的音频输入口。这个是功能按键，用来控制耳机的各种音效模式。这里还有一个无极旋钮，也可以控制耳机的各种播放功能。2个耳罩一共有6个麦克风，单个耳罩上面有3颗，这里1颗，这里1颗，底部这里还有1颗。2个耳罩加起来就是6颗麦克风，全方位的来捕捉周边的噪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这个耳机不错的几个亮点，然后我们进入试听的环节，随后就是咱们频道最有特色的，把它彻底的拆解。这副耳机内部的单元采用的是同轴双动圈单元，通常是一个较大的低音单元和一个较小的中高音单元在同一个轴线上面合并而成。这种设计能够在不同频率范围内提供更均衡的声音表现，使得音乐听起来更加的自然和饱满。超高的续航实力，这个耳机内部的电池容量是1000毫安，关闭降噪功能，它的续航可以达到140小时。降噪续航开启也可以有95个小时的续航。经过72个小时的连续播放测试，这个耳机还有余电，非常不错的。3重降噪模式，6颗麦克风，它的降噪深度可以达到-58 dB， 再加上通透模式一起，可以不改变听音的音质，确实是这样的。这个耳机的音质的话，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还有就是 IKF 配合官方的 APP 软件，可以实现多档位调节、寻找耳机、自定义蓝牙名称、各种 EQ 音效等等，这些功能都可以在 APP 上自由的控制。眼见为虚，耳听为实。我们进入音乐试听环节，建议大家带上你的耳机来进行试听。现在是这副耳机自带的麦克风录音的效果。
实际试听这副耳机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用经典的《功夫》这部电影试音片段来给大家展示2种音效模式，后面就是音乐实际效果录制。国内版视频咱们多上几段音乐，实际的给大家试听。我对这副耳机的评价是：低频震撼，高音悦耳，中频非常饱满。看电影的时候声场非常大，烘托感、代入感十足。听高解析音乐，对各种乐器的还原度非常高，人声清晰，听着让人非常的沉醉其中。这是正常模式。这是通透模式。这个是自适应降噪模式。这是轻度降噪。这个是中度降噪。这个是重度降噪模式。世事常意外，愿我哭千遍，滴了千点泪，誓约已经永不存在。痴情枉纵，永难继续，但是未知天意何在。空余感慨，盼能有日，我嘅愛心有人替代。咱们试音的测试视频的话，
尽量的贴近咱们日常使用的一个习惯。比如说，我们的音源就是用的笔记本和普通的一个苹果7 Plus 手机。如果用太高级的设备的话，声音录出来确实是好，但是不切实际了啊。咱们现在就是对这一副耳机做一个彻底的拆解。我们先取下这个耳机的耳罩，扣件的地方全部都有缓冲泡棉，这是避免杂音的一个设置。内部这层网罩它是用胶水粘上去的。取下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内部的喇叭单元，这一面是网布，背面是隔音海绵，两层材料复合在一起的。头梁部分我们把它抠开，底部蛋白皮的结构，大量的卡扣把它卡住的，并且这一边用胶水把它固定在这一个头梁上面。内部填充海绵，增加这个头梁的柔软度。内部的线材呈弯曲状，我们拉这个耳机伸缩结构的时候，线材就可以很顺畅的进行伸缩。卸掉固定伸缩杆的螺丝，我们就可以取出这一个伸缩套杆。这边也是同样的，头梁的开合应力全靠这一块不锈钢板，弹性十足啊，厚度 0.8 毫米。头梁表面为塑料件，一样的是非常有弹性的，表面是包的进口网布，侧面的 logo 是粘上去的。这个伸缩的套杆护套，我们把它拔下来，固定伸缩杆的两个塑料件，伸缩阻尼感来自这两个非常柔软的黑色的橡皮圈。这个伸缩杆的材质是很厚的金属材质。喇叭的网罩下面各有4颗螺丝进行固定，左边耳罩内部电池和充电板，右边耳罩内部 3.5 对路线的接口小板和这个耳机的主板。这里有一块柔性的 PCB， 对应的软排接口在这里。耳机的功能按键也是软排线，这个旋钮它也是采用的软排线连接到主板上面。电池是采用的排插连接的，这个拔起来就方便多了。然后我们把这些喇叭线全部都取掉。咱们前面介绍的时候说错了，这个地方不是麦克风啊，这里是喇叭的出音孔。第3个吸收噪音的麦克风在这个喇叭单元的中间。喇叭单元采用的是独立的音腔，这一个透明的塑料就是它的音腔结构。这个耳机的降噪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它用了多重降噪的算法，再配合3颗拾取外部噪音的麦克风来实现的。这个独立的腔体是采用胶水把它粘在上面的，粘得非常的牢。我们把它取下来。耳机的功能排线，耳机的无极旋钮，这个是旋钮排线，卸掉板子上面的螺丝。同样的卸掉充电板这边的螺丝，为了这个耳机戴在耳朵上，它的舒适度更高一点，它这个耳机设计了有一定的摆动幅度，就是内部这个弹簧结构在起作用，这个设计也是很巧妙的。为了耳机的可靠性和牢靠性，左右耳的连接线全部都打了非常硬的胶。这是耳机内部的2个喇叭单元，利用大量的胶水固定在这个耳罩的中框上面。这个音质非常不错的 IKF Mars 耳机内部的电路如何？我现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充电部分的电路，首先就是这个电池，确实是官方宣传的1000毫安时，厂家是来自东莞市银达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适应型号4056的充电管理芯片。厂家来自成立于2007年一家专业高性能模拟和混合信号集成电路芯片设计研发销售的企业上海广芯电子。这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恒压恒流充电管理芯片，芯片不需要检测电阻，也不需要外部隔离2极管，实现防倒灌应用。外围电路十分精简，具备自动关断充电通路功能，待机功耗仅55微安。这一颗小的6角芯片为过压过流保护芯片，思印 LY5905， 来自成立于2019年一家华南理工大学合作的基地企业深圳羚羊微电子。这是一颗过压 6.1 伏、过流2安的保护芯片。耳机的主控电路部分，2颗线性稳压器芯片，思印 P8XR， 来自成立于1999年一家专业从事模拟集成电路芯片研发及销售的企业南京威盟电子。这是一颗超低静态功耗、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芯片，2颗芯片分别为主控芯片供电和数字陀螺仪芯片供电。如今的耳机市场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一个好产品出来就会有各种竞品争相出来，厂家应该是为了自家产品的机密，把这个主控芯片的私印打磨了，我们就无法知道这个芯片的资料了。不过这个耳机的音质确实是非常震撼好听，这个芯片也不排除是厂家定制的。24兆赫兹的贴面晶振用于提供稳定和精确的频率信号，保证主控芯片的正常工作。这一颗数字陀螺仪芯片来自成立于1987年全球10大半导体之一的意法半导体，这是一款系统级封装芯片，内部包含一个 3D 数字加速器和一个 3D 数字陀螺仪，在高性能模式下以 0.9 毫安的电流工作，并且具有始终开启的低功耗性能。
可为消费者提供最佳的运动体验。这一颗芯片用来实现耳机的空间音频功能，这个实际效果需要大家亲自去体验。3.5毫米输入板上面还有一颗霍尔传感器芯片，适应 YD466，厂家没有查到。这颗芯片对应的软排线就在这里，用来实现我们戴上耳机和取下耳机的自动播放功能。这一颗黑色的电杆和 MLCC 电容组成 LC 滤波电路，主要作用是减少高频干扰，提高主控蓝牙芯片的通信质量和稳定性。贴片陶瓷蓝牙天线负责接收蓝牙信号。3颗降噪麦都配置有 RC 滤波电路，左右声道滤波用的2大2小白色 MLCC 电容滤波，这是左声道的，这里是右声道的。这个小板上面焊接一个无极旋钮，这个是用来控制耳机的音量大小，还有各种功能。LED 指示灯用来指示耳机的工作模式。这是耳机的贴片按键，主板的背面还有一个弹簧触针，连接到这个壳体上面，壳体上面有一块铜箔，用来实现这个耳罩上面的一个触摸功能。耳机的同轴双动圈喇叭单元用的是一大一小2个喇叭在同一个轴线上面制作而成。小的喇叭单元直径27毫米左右，这个大的喇叭单元直径40毫米左右。小的喇叭单元负责中高音重放，大的喇叭单元负责中低音重放。2个单元合在一起出来的音质肯定是会好于单个喇叭，特别是看电影时声场氛围的营造和听音乐时背景音乐各种乐器的重放。前面试音环节大家应该都可以听出来。当然，这样好的音质也需要优秀的电路设计配合才可以实现。有些老铁可能要问，是不是真的2个喇叭哟？我给大家看看细节。这一面是喇叭的正负极输入，这里分一组线出来连接到这一个小喇叭上面。我用显微镜放大给大家看看，确实是有连接线连接到喇叭上面的。2个喇叭的振膜是行业首用的微晶阻尼复合振膜，采用高分子复合基材涂布工艺，这是显微镜下的细节，做工是非常不错的。白色的是大的中低音单元，黑色的是中高音单元。这一个喇叭是厂家赠送的一个正品喇叭，结构也是一样的，这个是中低音单元，上面是中高音单元，2个喇叭用同一组线连接起来。这里有一个耳机的蓝牙板，我们把它连接上，放声音给大家听一下。2个喇叭都是真喇叭啊，把这一根排线给它断开，它就是2个单独的喇叭。这个板子我已经给这个手机连接上了，这就是我们用来做试音用的一个苹果7 Plus 手机。现在我把这个连接线连接在这一个中低音单元上面，我们直接来听它的声音。我现在又把线连接在这个中高音喇叭上面，直接播放音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喇叭单元数值非常不错啊，在没有音腔的情况下，它的音质都还是很可以的。经常关注咱们这个频道的老铁都知道啊，咱们是真实的测试，真实的拆解。我做一个产品的拆解，基本上就被我拆报废了。只有像我们这样的才可以展示一个产品真正的实力。这个 IKF Mars 旗舰新款头戴式蓝牙耳机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它的外观和音质都是很不错的，特别是看电影时营造出来的声场非常的震撼。音乐表现低频下潜够深，有微微的捶胸感，高频细节丰富，中频饱满。总的来说，这个耳机表现力很不错，可以给大家带来眼前一亮，听着沉醉的感觉，这就是一款好耳机该有的素质。再加上 IKF 一贯的性价比路线，估计这又是一款爆款耳机啊！喜欢我的视频的老铁们，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